欢迎收看这时刻。川普曾经发下了豪语，在他就职之前，他就要处理俄乌的问题。看起来他真的已经开始非常认真在做这件事情。他这一段时间已经打电话给泽伦斯基，已经打电话给普丁，甚至还提出了一个800英里的缓冲区。在川普就职之前，俄乌战争真的有可能解决吗？而且我们看到，川普之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曾经提过说，他觉得美国最蠢的事情就是你怎么会让中国跟俄罗斯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结在一起，那根本就是美国人的一个噩梦。现在他曾经讲过，他要裂解中国跟俄罗斯。现在处理完俄乌战争的时候，他真的有可能裂解吗？甚至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他说，下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交易的时代。他曾经推崇说，尼克森就是一个交易的高手。而我们知道，尼克森曾经做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变，他曾经做了一个联中之恶，去裂解中国跟俄罗斯。现在，川普有可能反其道而行吗？从过去的联中制恶，现在变成联俄制中，这个世界又要出现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评论方首席的财经专家黄世松，你好。大家好。好，第二是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赵宇轩，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吕一峰，大家好。好，第六位是东海大学的政治系教授邱世仪，大家好。走，我们现在看这川普之前他在接受卡尔森访问之后，他就明白表示，对美国来讲最蠢的事情就是让中国跟俄罗斯团结在一起。And look at what these stupid people have done. They've allowed Russia, China, Iran, North Korea, and others to get together in a group. This is impossible. He said the one thing you never want to happen is you never want Russia and China uniting. We united them because of the oil. We united them. Biden united them. It's a shame. The stupidity of what they've done. Well, I'm going to have to ununite them, and I think I can do that too. I have to ununite them. Natural enemy, and we've allowed them to get together. It's such a dangerous thing. 我们都知道，川普是个狂人，他常常发很多的狂语，可是他妙的是什么？他的狂语其实都有连接性的，而且你就觉得他很多天马行空、不可思议的东西，他居然最后可以贯彻到底。这一次在接受这个所谓的卡尔森的访问之后，他讲得很明白，对，我就是不能让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团结在一起。而且他也讲说，我在就职之前，我会去处理俄乌的问题。没有想到，这已经变成了他一个最高战略了。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的话，美国曾经用所谓的联中制俄来牵制俄罗斯，但是现在川普2.0上台之后，他准备要进行叫做联俄制中。也就是说，他准备呢跟俄罗斯走在一起，而且你看他刚才讲，你说这个路线很清楚了吗？对，他刚才讲得非常明白嘛。你看他说拜登实在有够愚蠢，他让什么？他让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居然连接在一起嘛？他说我们绝对要拆散他们。他甚至还说中国跟俄罗斯他们是天敌 ，nature enemy， 他们领土那么长，他们两个本来就应该要互相有仇啦。我们怎么会让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呢？这有够蠢。所以他现在接下来一件事情，而且他特别强调。中国跟俄罗斯两个结合在一起，那是对美国最危险的事情。那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时候怎么办？就不能够让这两个国家联合在一起嘛。所以他现在，宝杰娜他第一件事，你看他打电话开始打给谁？他这个礼拜的时候，这个礼拜内已经跟泽伦斯基通过电话，也跟普丁通过电话。你看他已经都跟双方通过电话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已经在处理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了。我刚刚当选，通常都是美国总统等着别人打电话给我，我现在急着跟泽伦斯基跟普丁通话了。好，我们看，事实上他跟泽伦斯基通话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哦，宝杰娜。伊隆马斯克也参加了这个对话，那因为为什么伊隆马斯克参加对话？因为伊隆马斯克就说你再打下去，有心链搞不好不给你嘛，所以他讲伊隆马斯克来参加，这是非常有意思啊。所以你的意思说，他故意开了这个扩音器，是故意让这个伊隆马斯克进来，对，他就是告诉泽连斯基讲，你不要忘了，是心链在我手上。伊隆马斯克跟普丁有交情啊，他现在对这个乌克兰的战场是认为也不要打了，所以让他来讲话，搞不好他可以压制住这个泽连斯基的想法。对，另外一个。跟普丁也通了电话，你看
普丁前几天才说，哎，大哥真汉子，我可以准备好跟他通电话。果然两个就通电话。在通电话的时候，哎，普丁他也不是跟普丁好言好色，对，他说什么？你不要再让战这个升扩大了，不要再扩大。然后他又说，你不要忘记，我们美军在欧洲也有驻军啊。所以等于是他也对他也下的这个，甚至恐吓他。所以我对普丁也是棒子跟胡萝卜都有的。所以两边现在我都已经开始按来了，我都已经两个跟你们谈判了。好，那根据目前为止，川普政府他们内部的这个和谈计划是什么呢？对，可能就预备在这个地方，这个过去是乌克兰领土，这个过去是俄罗斯领土，中间目前为止他们战争的区域呢，画了一个长大概800英里，然后可能目前为止都把它变成是非军事区。然后呢，乌克兰呢20年之内不能够加入北约，同时之间我们会提供给乌克兰武器，用这样换彼此之间愿意协调的这个状况。所以你搞一个非军事区，而且他讲的这个非军事区是有强烈军事介入的，让两边都不能蠢动。对，未来可能联合国介入或是欧洲介入，我们不管，反正美国不会介入。所以你看，他现在急着要处理俄乌战场，显见他真的要进行什么联俄制中。好，我们曾经讲过，美国总统上任以后，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大战略。而你说他的大战略，在这个卡尔森的这个访谈里面就非常清楚，他说。你说，你看到拜登那些人多么愚蠢？对，拜登那些人居然让俄罗斯、中国、伊朗跟北韩聚集在一起。哎，他们讲他们是天敌，哎，他们聚在一起，对我们来讲，对，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好，你看，事实上，川普我们就说，哎，他还是个商人，但是其实我必须说，他非常有战略眼光。你看他怎么讲？这些愚蠢的人做的，他们允许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还有其他国家聚集在。你看。他曾经跟北韩接触过，他也跟中国接触过，跟俄罗斯接触过，跟伊朗也接触过，所以你看，他其实是要用个别突破的方式，不能让他们结合起来，要分而食之。对，但是你反而让他们结合在一起，然后又说，你看，我最不希望看到什么俄罗斯跟中国联合在一起，然后他说他们是天敌，他们允许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是多么危险的事。现在他讲了很多，宝杰，那他讲什么吗？他说，你看俄罗斯的领土多大？那中国人那么多，所以他说中国一定会侵占俄罗斯的领土。那尤其是他们过去有非常多的历史渊源，所以他其实讲了很多历史上面的典故哦。虽然不是凭空想象，他是有真的深层的战略思考在这个地方，所以来说，接下来真的中国你要绷紧神经了。而且你刚刚讲到的，我在下这个棋盘，虽然说已经不是下棋的时代，可你总是有个棋盘。这个下棋的棋盘第一子就是在俄乌战争，刚刚讲他已经跟泽伦斯基。还有普丁两个人都通上电话了，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他第一个时间就要把俄乌战争解决掉，把俄乌战争解决掉之后，他才能够全力对付中国。没错，他为什么要解决这个俄乌战争？因为第一个，他说了，我们已经为乌克兰提供1000亿美金，他认为说，我们这1000亿可以拿来这个改善人民的生活嘛，所以这个某些部分也让他得到非常多的这个选票。但是呢，他的主张还有他目前为止报道出来的话，当然现任非常跳脚嘛，譬如说像拜登就说，哎，我会跟他说哦，你不要这个，千万不要放弃这个乌克兰了。甚至目前为止，北约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又说，你不能够让俄罗斯胜啊。所以目前为止，他们这边来说的话，还是认为说你不能够放弃，所以未来还是互相角力。不过这时候一个有意思的，川普不会听他的啊。哎，这个有意思的出现了，宝田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上来之后会结束俄乌战争，所以现在这样，俄乌双方开始加大火力互拼哦。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现在拜登也说，赶快，我再给你30几天的资源，我要用最大的力量给你武器。那样他要打，为什么？双方现在都知道，我们要谈判的时候，就是要在战场上面获得最大的成就。对，所以你知道这几天泽伦斯基说什么？我们要和谈可以，但是我们要武力跟外交上面我要并进。所以就说我要边打边谈。对，他现在加大攻击。你看这几天的时间。乌克兰开始对俄罗斯展开所有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从这次战争以来最大一次的战争。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所谓斯布扬斯克有14架这个军机，这个无人机也进入到这里面，然后还攻击什么？还攻击里海。你看，他开始慢慢攻击哦，越攻击越远哦。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呢，拜登也可能说，好，那我就开放所有武器让你打。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哎，宝姐，这个俄乌战场来说，反而短时间之内，因为要和谈的关系，大家双方会把这个战事拉高，甚至俄罗斯也加大了攻击的力道。双方一定要准备在真正登上谈判桌之前，我要占领最大的领土。是，当大家还在质疑说，川普，你有没有这样的执行力？你有没有这样的意志？你有没有这样的贯彻力？真的敢去终止俄乌战争吗？你说看一个人的态度，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川普，哎，他居然直接跟泽伦斯基呛下，当泽伦斯基还在那边哀说，哎，不行啊，你不能背弃我们啊，这个战争会影响到世界秩序啊。他直接讲，
你只剩下38天的存粮了。当川普就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验证一件事情：现在的川普呢是全球最强悍的领导人，而且整个世界都还在掌握之中。我说了算，对我老子，你不要来威胁我。对你少来个这一套，为什么？因为以前总是乌克兰的不断的拿这个战况跟美国予取予求嘛，要什么要5毛给1块，要什么东西，哎呀，我又怎么样，我又怎么样，对，反而变成美国被他制衡了。但现在跟你讲，少来这一套，现在由我发号施令。为什么？因为 Trump Jr. 呢，他的重要性在于说，第一，他 JD Vance， 我讲对他父亲影响力非常大。JD Vance 也是他推荐的，而且他讲的话呢，你说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本来不是他，本来有很多人争取，是因为小唐纳川普权力力挺，代表说他对人事权有绝对的影响力的。因为本来大家还讲说 Marco Rubio 啊，其他人也有可能啊，结果没有，突然就跳出一个 JD Vance， 而这个背后的我们讲幕后推手就是他的儿子 Trump Jr.， 所以这时候 Trump Jr. 发表这句话别具代表性。他是要干嘛？当然，第一个震慑乌克兰，意思就是说，你只剩38天就会失去你所有的军援、你的零用钱、你的相关的军粮。对，换之这什么？最后通牒，你要打，给我现在赶快去打一打，否则我到时候直接断。我战争我要它结束，就是会强迫它结束。所以现在是你们都要听我的。要听我的，不要跟我再喊扣了。对，那想想看哦，泽伦斯基有没有吓坏？有啊，泽伦斯基吓坏了。马上出来讲说不是啊，可是丧失人命的都是我们的国家。哎，你现在一直跟我们讲说等战争呢，到时候我们先停一下，停一下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说哎，我们是谁？我们现在死的都是乌克兰人。但请问一下，川普理不理他？不理他。谁理你？我现在美国利益至上，美国优先，我已经不是以前的 Joe Biden 了。你不要开我玩笑。所以换言之，有没有受到胁迫？有。但另外一个层次，讲白了，现在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有没有全方位大解放？有啊，也是大解放啊！你爱打什么爱打什么。所以你说现在川普上台了以后，跟之前的拜登或跟之前的美国总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甚至讲说，为什么这次海利跟庞培奥2个人没有入阁，而且是川普直接指讲到那个代表什么？他说，原来庞培奥跟海利代表着小布希时代的新保守主义，他们2个还想说，我要战争，我要当世界警察，我要维持世界秩序。可是对川普这些人来讲，已经没有世界警察。已经没有世界秩序，只有美国利益优先了。现在的美国是什么？只有一种美国，就是川普的美国。来，各位很罕见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听过内阁发布人事消息，对不对？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说，发布说我不要谁的消息。你仔细看哦，这是川普他主动讲的，在一篇文章出来说，哎呀 ，Behind Trump's Mike Pompeo ban， 他说 Pompeo 出局 out， 对不对？发布这个新闻，结果这个新闻马上拿去问呢相关人士之后，没想到川普1个半小时之后就发文了，所以代表是什么？串好的嘛，串好之后他就跟你讲说，哎呀，我很尊重呢这个Pompeo啊，也很尊重这个海利啊，我很感谢他们过去的贡献，但是我不会再用他们了。宝杰哥，你有看过这种怪事情吗？如果你不用就不用了，你不用你的名单没有他，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你要这样主动讲的话，那是很羞辱人的。对，所以我跟你讲，川普真的重点不是在于 Haley， 也不是在于 Pompeo， 他重点在哪里？你们过去的这种新保守主义，各位，新保守主义就是说，以前美国总喜欢当世界警察，以巴战争你打仗，那我出钱，我给你掏钱、出钱、出人、出力，对不对？哎，你乌俄战争打仗，我也来管。那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我借由乌克兰来去制衡俄罗斯，我借由以色列呢来去打击这些中东的势力，来维持我美国新警察的霸权嘛。但请问一下，宝杰哥有没有成功？我跟你讲，大失败。你知道什么大失败吗？来，是不是用乌克兰去逼俄罗斯？就俄罗斯跑到谁那边去了？跑到中国，跑到跟中国当好朋友。所以才会我们刚刚看的那张谈话嘛。川普为什么生气说我没有看过这么愚蠢的，把俄罗斯跟中国推在一起？所以他认为新保守主义这个人Pompeo，我借由海利这2个跟你讲，这一套不行了。我们现在要玩的是什么？新孤立主义。什么叫新孤立主义？所有的一切都是谈判，对不对？那所有一切呢都是纵横。所以我跟你讲，川普是新的纵横家。你知道什么叫纵横家吗？以前呢，包括我们讲尼克森跟小罗斯福。这是我们讲川普自己亲口在书里面写的哦。他说他很尊敬，为什么？他们有办法用交易的方式，不要忘了，川普过去曾经是生意人，交易的方式获取美国最大的利益。所以未来呢，他要透过所谓的联俄，我们讲干嘛？制中，以前是联中制俄嘛，未来我联俄制中，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各位可以干嘛？来获取我美国最大的利益。因为川普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们应得的美国》。我们应得的美国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下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过去美国从尼克森开始到布里奇斯基，他们都觉得世界是一个大棋局。以我这么大的国家来讲，我就是要把下去，我就去布局。他说，下棋的时代过去了，下来谁做？要有交易专家做。交易专家是谁？小罗斯福跟尼克森。他说这是2个最伟大的交易专家，他们打开了跟中国的关系，还有对付中国，代表什么？过去那个时间，尼克森本来是可以反共的，可是我可以为了制衡苏俄，我联中制俄。现在
他可能就反过来了。宝雷哥，这个两个人呢是川普呢我们讲引述的两个人，为什么？这其实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我们讲小罗斯福，小罗斯福跟现在的我们讲川普的概念非常像。当时是什么？景气大萧条，对，所以他们需要急需重振内需，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这也是川普他的理想之一。而另外一个就是尼克森，我们刚才讲到联俄制中，但联俄制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以前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是所有的人钱物力全部我出，你来听我的。但未来川普说我不搞这一套了，我玩交易，我呢不用出成本，我跟俄罗斯联合，目的是为什么？制裁中国。那我跟呢包括以色列呢全部串联在一起，为了什么？压制中东势力。所以未来的美国会变成单边主义，我一边谈。新孤立的意思是我孤立的对象只有一个，未来我整个美国只有一个人听我川普的，而中国就是会被我孤立的那一个。好，所以吴总刚才讲的，川普上来以后，很多的价值、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战略，都跟过去有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吗？对，最重要，我们要第一点要先谈川普。今天的川普跟上次川普不一样了，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因为他取得一个绝对优势的胜利。今天川普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他是美国的皇帝。那美国的皇帝就在换言之就变成地球的王，他是这个地球的最大的王，对不对？那请问你这个地球王，他会对所有处理这件事情，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姿态来处理？为什么方式？当主导嘛，完全我主导。对。主导权全部在川普身上。刚刚提到他的儿子这个小川普现在放话嘛？对，他跟泽伦斯基讲，你只剩下38天的存量了。你只有看到他的讲法里面，那个是正话反说。什么叫正话反说？因为泽伦斯基又打电话给川普，跟川普怎么讲？泽伦斯基跟川普私下里见面哦，到川普的这个办公室见过面，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他承诺他什么，你知道吗？用实力来换取和平。是泽伦斯基最近从乌克兰放出来的话，感谢你跟我见面，我非常相信你那个以实力换取和平的言论。你现在看这个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现在看似是在吹他，对不对？对。但你看到目前拜登政府做了什么事情？解除所有的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武器的限制，可以打哪里了？莫斯科可以直接打莫斯科了嘛？所以未来38天里面发生的事情来讲的话，都是会用现代化的火力给俄罗斯的本身的领土，对，就包括20颗，包括莫斯科给予非常残酷的攻击，然后攻击完了之后，那个时候所残余下来的边界线才是要谈判的线。对，因为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肯定的一句话。川普不可能去割地赔款跟普丁合作，没这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那他怎么给普丁下台阶？怎么让这个战争结束？不，战争结束是他高姿态。是刚刚他提到一个，我在上礼拜五提过一个概念。对，普丁要什么东西？普丁要2个东西，一个要国家的安全，就是所谓的北约东扩嘛；第二个是他国内的声望嘛。他把普丁的声望把它顾好了嘛，然后北约东扩的问题解决掉嘛，所以马上传出来嘛，他乌克兰20年内不会参加加入北约，就变成中立国嘛，对，乌克兰变成中立国一个很大的缓冲带出来的话，那这个时候北约东扩就停止了嘛，对，这个川普一定会答应他，那普丁一定会答应他哦，川普一定会答应，就因为北约是在川普手上嘛，所以北约东扩是，但是你要注意到第二个反应呢。当开始他们警告说我不给你钱的时候，对，最激烈反应是哪个？是从哪里发生的？从哪里？欧洲发生的嘛。北约吓死了。北约吓死了嘛！冯德莱恩马上开记者会讲什么话？我要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不是买美国天然气。买美国天然气。我看这新闻我吓一跳，哎，不是制裁俄罗斯吗？对啊。怎么会开始你买天然？怎么开始除了你还在买俄罗斯天然气啊？你不是在跟俄罗斯打仗吗？所以这个国际政治多邪恶，一边打俄罗斯，一边私下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对，到今天我们才发现，然后他们现在怕川普生气，想买美国天然气。我开始考虑要买美国天然气来拍马屁了嘛。所以这欧盟这些领袖的两面的邪恶，在这边被一次潮水退了，对，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嘛。所以这一次就被川普逼出来，川普理都不理他们。就直接跟普丁跟泽连斯基谈嘛，所以说北约一方面要美国加入这个战争，一方面希望用这个战争拖垮俄罗斯，但另一方面
又跟俄罗斯买便宜的天然气。对，就表示这个是一个整个是一个 game 嘛，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战斗，这都是你欧洲惹出来的祸。对，所以川普的方式，他就用一个强势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因为从全球大战略来讲的话，他必须要软化中俄关系嘛，因为这个中俄伊朝这个4个邪恶联盟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牢固的，比过去这个冷战时代更牢固的一个集团，所以他一定要破这个局。他破这个集团嘛，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你再来看他破这个集团，他这2天他打了个什么牌？我一看就知道嘛，这台湾牌嘛。他打台湾牌嘛，台湾突然间提出来要去买 F-35了，对，怎么会买 F-35？我跟你保证，川普不会同意嘛。后来我看懂了，可能通通不会发生，但是那个叫做台湾牌，因为威胁中国。他现在跟中国谈判，因为他如果跟中国提出60%的关税的情况之下，请问你北京会不会反弹？北京会报复？会报复，一定会报复，一定会反弹。他现在旁边的一堆消息出来，他打台湾牌了，他可能跟赖场通电话，他可能要卖 F-35，他都不是他讲的，都是第三者讲的，跟他都没关系。那习近平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报复行动就开始弱化了嘛？你怎么敢报复呢？对不对？当然，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回头过去看，他上一次把以色列大使馆都迁哪里？迁到耶路撒冷。迁耶路撒冷，同时知道做什么工作吗？他把美军在外面部署好了，准备打仗。他知道你阿拉伯可能会反弹了，所以他不是一个莽撞之徒。当他开始要打台湾牌的同时，他的军队的实力会放在后面的。这第2个部分，第3个部分，你再看一个中东问题，这个更可怕。突然间，哈马斯的大老板窝藏哈马斯的最大国家卡达，突然间发个声明出来，不再包庇哈马斯，通通驱赶出境，我要赶走他们。赶走，包括什么？你知道吗？金钱。因为哈马斯的所有的财富有几十亿、上百亿的美金存在卡达，那他的新闻稿我看得很清楚啊，他说是美国叫我们这样做的。那我就想一件很简单的事，那过去拜登有没有叫你这样做？有这样做呀。那如果美国有这样做的话，他早就叫你这样做了。这个美国是拜登还是为什么拜登说你不做呢？对，为什么今天开始川普上来你就做了？为什么川普不做他会怎么样？他会怕倒霉呀，他倒霉，他知道川普会让以色列人到卡达去杀人，他到卡达去杀你这些家伙，会开绿灯，对，他给你开绿灯进去卡达干你，不是更难看？从此卡达完蛋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局面，所以川普的决心跟川普这个位阶，跟他的决心，跟他这个讲话算话的杀伤力，对，造成全世界的震荡。好，邱老师。刚才讲这个事件，真的因为川普这样子有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变化，而且如果他真的去处理俄乌战争，那以后美国跟俄罗斯、美国跟中国、美国跟北约所有的关系都要从头再来了。其实刚刚吴董讲说，川普绝对不会让乌克兰割地赔款哦，那这也对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方案都已经出来了啦。刚刚也稍微提到，就是说让800英里的这个乌东这个地方成立是一个非战区。这个概念其实是在1945年南北韩的38度线就有这样的 idea， 这个不是什么新的 idea。所以你现在把俄乌之间的那条线，去想象成南北韩的38度线。对，那对于普丁来讲，他其实有占领这个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嘛，哈，然后也有克里米亚，2014年就占领了嘛。那主要是这个赫尔松这地方，所以他们会希望，普丁会希望说，这个克里米亚这地方的这个物资的这个援助可以从莫斯科直接来，他想把它连成一气，但川普绝对不会让他达成这件事情，所以让这个地方变成这个非战区。其实我觉得，如果这真的能够谈成，也算是一个有创意而且还 OK 的一个情况。只是对于那个泽连斯基来讲，这是很不堪的，因为等于就是说，已经住在那边的乌军就是已经住在那边俄军就是不退了，对，那个地方就是实质上就变成他在管理。好，那就僵在那边，变成是一个有点像中立国，一个非战区，但是里面呢可能会有北约的这个势力进去。其实这样对于那个乌克兰将来如果俄罗斯再打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吓阻力量。也就是说，我觉得也没有不好。我就是要你乌克兰做一些忍让，做一些退让，所以他儿子才会对泽伦斯基讲这么重的话。他会告诉你说，我对你的不是空头支票，我对你是有限度的，而且我对你的支票只剩下38天了。对，那你刚刚讲到谈到川普，就是 Junior Trump 这个人很妙啊，因为我们台湾媒体其实讨论他篇幅没有很大，他为什么妙呢？你如果看 Junior Trump 在他第一任的时候，跟那个这个其他的一些幕僚其实都是很核心的。那 Junior Trump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立场，就是他对台湾立场是比较摇摆的。曾经有一本书叫做《天下大乱》，它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其实当时候蔡英文跟川普通话的时候，
当时候 Junior Trump 的立场是比较保留的。可是呢，在2020年那时候疫情发生之后，然后不是把川普搞到选举落选吗？那时候 Junior Trump 也在发文说，其实美国应该承认台湾的国际地位。对，所以 Junior Trump 的立场比较摇摆。可是你长期看 Junior Trump 还是比较偏孤立主义哦。所以基本上 Junior Trump 的这个立场，其实就像刚才前面有人讲到，他就代表川普的立场。那我顺带一个小小的，所以现在有人讲说，他为什么不要庞佩奥？他为什么不要海利？不只是因为这两个人曾经在选总统的时候挑战过他，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的是旧的共和党那种新保守主义。我要当世界警察，我要维护世界秩序，我要花很多钱在别的国家。川普现在等于说，我去处理这个庞佩奥，最大的事我已经没有了，全世界只剩下美国优先了。对，第一任的时候还有伊万卡，她那个很漂亮的女儿一起做那个决策，但这一任看起来 Junior Trump 是完全是可能是掌握主要的。那我讲一个小的笑话，就是 Junior Trump 之前川普在选举的时候不是在麦当劳打工吗？对。那川普现在选上总统了嘛 ？Junior Trump 昨天帮川普发一个辞职信给麦当劳，说很抱歉，我们在离职之前会把我们弄坏掉的那个冰淇淋机，我们把它修好，我们再走。可见你看 Junior Trump 跟川普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哦。好，不是刚才讲的。现在川普已经明白地表示，明火执照，我就是要对付中国。而对付中国，你说现在是中国最糟的时间，中国是不是透过人大常委会通过10兆吗？通过一个4兆，一个6兆，你说这个东西竟然只能应急，它不能从根本来改善，它光是要处理它的地方债都不够了。所以现在网络在笑说皇上认怂了，这10兆本来说要大力出奇迹，结果拿出来是干嘛？拿出来借新债还旧债，只是在抵利息，让整个地方政府可以续命而已。因为所以网络说他其实10兆出来，其实也没有干嘛，其实都是6兆是马上让地方政府去借债，接下来其他的4兆是慢慢让你再去筹4兆人民币债务出来。你说10兆还不够，所以什么大力出奇迹，要救经济，要砸科技自主，这个都没有，其实只是借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债务实在太有问题，而且很多地方政府都等着要续命。他总共地方债有130兆，这是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自己说的，高达将近130兆人民币，所以拿10兆，130兆人民币等于说是583兆的台币耶。对，所以拿10兆出来，其实只能够续命，能够干嘛？其实为地方政府说，让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能够少一点点，而且要准备力量，因为川普随时可能取消最惠国待遇。那我想说，到底有多少？到底有多少？你跟我讲了一个，我就把我吓死了。你说的广东以前是中国争取外汇最强的一个省市，连广东都惨了。广东连续34年来都是中国 GDP 的第1名省份，而且一个广东可以养全中国，加上上海这些，所以它是非常强的省。当年改革开放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嘛，所以它一直都是产值第一的。结果现在广东发生什么事？广东省的地方医院，这是梅州哦，竟然连几百块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从去年开始就每个月，而且几百块的薪水都发不出来。接下来现在每个月只有1000块人民币的薪水，医院快倒了，所以医护人员都在出来上街头说：你说我一个医院，我每个医护人员只有4431元的薪水，对，基本薪水。然后从去年开始，几百块的薪水奖金都发不出来。中国地方的经济低迷之下，如果没有拿那么新债来抵旧债，他们连医疗人员的钱都付不出来，所以非常的惨。所以搞了半天的6兆只是新债抵旧债。对，我们来看广州，他自己都拿出来。广东本来是领头羊，现在变成吊车尾，所以我们看到梅州的时候有点讶异，看到上尾的时候有点讶异，怎么是广州？结果广东的经济增长率3.93，我们要注意这个数字哦。其实是它外贸大省，结果它现在是在中国吊车尾。只有一个深圳能够在全中国跑出来，其他的城市全部集体踩刹车，对，都追不上中国。中国大概平均5点多，只有深圳8点多，其他都追不上。所以整个中国广东省完全都掉下来，而且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广东的出口，广东是出口大省，也是中国的经济橱窗。发生了什么事？广交会的时候，大家都在怕。川普会不会有贸易税关税的问题嘛？所以外国商人都没来，连台商都做什么事情？台商跑去台商的摊位看，发现台商的前台就是那些招待人员是金发美女哦，在做外国人生意嘛？结果一了解才发现是保加利亚人，因为我要找做中东欧的生意，因为没有欧美的客人来，所以只好一带一路的都来充数。那这些一带一路的客户多的话，就找保加利亚，但是订单的金额都很少，因为这些国家欠很多钱还不出来，所以外贸状况非常的惨。
产到了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最有名的恒大跟碧桂园都是广东的，所以我们去了这个地方叫碧桂园的实力银滩，听起来很厉害，因为整个银滩银色沙滩有10公里，产到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来看这个地方？因为广东桃园，你去看这个地方，我去看这个地方，因为桃园市的建商接到当地地产建商邀请，我大量出清，一户只要66万，这是台币哦，这不是人民币哦。你只要愿意来买66万，所以很多桃园建商跟组团去看，为什么要去看？我连钢筋水泥的价格都不止66万了，去看这种无敌海景套房，结果去看的时候，最后建商都没买，你知道吗？这么漂亮的一户66万，我都不敢买。为什么不敢买？因为一人独享千人社区，你去买了鬼城之后，怎么卖得掉？